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今天给大伙儿说这话题呀，有点特殊，名字叫风马燕雀。什么意思呢？这四样是咱们旧社会江湖人玩的四种骗术形式，而且这四种骗术呢，一些个技巧都非常高明。说怎么咱想到今天说这个呢？这不11刚过吗？我和我一些公安局的朋友聊天他们就说11期间呢，全国这人口流动量很大，各个地方出了不少骗子骗人。那么这些骗术呢，你拿过来案例一看呢，事儿是现在的事儿，可是骗人的手段呢，基本都是过去的，也就是说都是过去的手段，与时俱进了，没什么新招。那么这些手段就可以大致归到风马燕雀四门里。有人说风马燕雀，我在网上查过，百度百科我查过那几个字儿，风马燕雀这四不同的说法。你就拿说风，有的人说呀是刮风的风，有的人说蜜蜂的蜂，马，有的人说麻雀的麻，有的人说是骑马的马，雀，有的人说麻雀的雀，有的人说缺德的缺。所以风马燕雀这就大致是一个口语上的发音，具体哪些字儿咱很难落得实处，但是讲起来每种骗术里头它有它独特的。今天呢，我就给大伙儿说说这风马燕雀是怎么骗人的。咱讲几个小段你听听，跟生活当中有些骗术能不能勾连起来？因为这些骗术都至少有200年以上的历史。咱们一个个说，先说这风。风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指着一窝蜂人多行骗，也指着呢快活，速度快，蒙完人赶紧就跑就溜。所以你说刮风的风呢，跟蜜蜂的蜂都有道理，一窝蜂一阵风都有道理。那么咱说一个很经典的风这一门的骗术，这得说是晚清时候，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有这么一天呢，上面下了通知，给北京西边宛平县，就卢沟桥那个地方，给宛平县下了一道通知。什么意思？就说呀，北洋大臣李鸿章要到这个地界来视察。那么这个宛平县的县令呢，虽然是京官，那李鸿章那是何等人物他这琢磨我怎么来了得招待好得溜须好这中堂大人。说第二天上午到，结果第二天这个县太爷坐堂的时候，也就是眼下钟点8点钟，外边就有人进来禀报，说县太爷李鸿章大人他爹来了怎么李鸿章没来，他爹来了？因为知道李鸿章老爷子都七老八十了，那这更得欢迎这赶紧给接进来。外头一看这个排场等于是8抬大轿，两边从人10来个人把这轿子抬进来。轿帘打开，真是个老头，一看长得这很富态，老爷子下来了，但富态脸上气哼哼的，往这个县太爷办公这地方椅子上一坐，吹胡子瞪眼县太爷一看老头来者不善哟，老爷子你看怎么生这么大气呢？这老头我到你这儿来告状来了。您告谁呀？我告我儿子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您告他怎么上我这地界？今儿上午他就到这儿来，我不上你这儿告上哪儿告？那您告他什么呢？我儿子不像话，我要到京西妙峰山祭香，需要给那庙里呢2万两银子的香火钱，我儿子不给我拿，
这是武力不孝，我就告他武力不孝。你看，这是家事。这知县一琢磨，挺可乐的。这老头发脾气，可能是李鸿章大人觉得他爹这太没溜了，他给2万两银子，哪儿就2万两银子不给，所以爷俩就顶起来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再说这事哪轮到他断呢？李鸿章家里事儿。但是这个现代人眼珠一转呢，想着这2万两银子我替他掏，把他家里事儿平了，那李鸿章能不高兴吗？讨得李鸿章大人高兴，日后飞黄腾达。所以这知县眼珠一转，老爷子您呢甭跟您儿子较劲，这2万两银子我替您掏，你先跟下人到妙峰山祭香，别的事儿呢我替你摆平。这老头一听挺高兴，那不能拿你钱呢，这么着我给你写个欠条，你找我儿子要去，他敢不给我砸死他个兔崽子。哎，这老头还真写个欠条。正这时候外边有人禀报，李鸿章中堂大人到。说到这儿您可能知道，这老头随从都是假的，骗人的。一般的骗子到这个时候惊慌失措，那不正主来了不得跑吗？没有，人这老头随从安安稳稳的。好，我那逆子来了，这么着我也不多打扰，有什么你跟他说。然后这老头呢一甩袖子，随从在后边伺候着往外走。他往外走，那边李鸿章可就进来了，俩人等于走个脸碰脸。这老头斜着眼干李鸿章一眼，背着手往前走。后边知县看这爷俩，这老爷子太生气了，赶紧吧把中堂大人让进来。那边老头出去送走。哎呀，中堂大人，今儿您来我有个事儿跟你说，真想不到，您瞧这个，我借着拿出来，看您家老爷子多客气，我呀替您存着家里事，给老爷子拿2万两银子，他上香去了。李鸿章一听什么？老爷子？哪个老爷子？那不是令尊吗？什么令尊呢？刚才那老头，我哪知道他是谁呀？进来对我还吹胡子瞪眼，我以为是你爹呢。你看，你再追出门去，那哪还追得上？早就跑了。所以这种骗术叫风，细窝风，一阵风。这些人都是老江湖，察言观色，衙门里的门道很清楚。不光是骗民，他还敢骗官。你看宛平的知县就这么让他骗了，这个叫风。那么咱再说这马，这个马呢指的什么？是单枪匹马啊，不一定一个人啊，可能俩人配合着行骗。这里头呢人少的时候，往往这个威势就不够，那就要借助于人情。我再给大伙说个小段，这个马怎么骗？比方说啊，你在城郊这儿，就是盖鞭子，我们说小村里边待着，这老太太呢在自个儿院里那些地，正这时候外边慌慌张张跑进个小孩，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能有个13、14，扑通就给老太太跪下了。坏了，后边人放着要追我呀！哎呀，大娘啊，你救我亲妈呀，救救我！老太太没明白怎么回事呢，把这孩子搁屋里，不一会儿外边吵吵嚷嚷的来个彪形大汉，一脸红肉啊，后边还跟着个人，像伙计似的啊！老太太看不看有孩子跑呢？看没看着啊？看可得告诉我啊！这孩子给我当学徒不学好，把我们这个中老妇里好药材都给偷走了。老太太说没看见，没看见。这俩人骂骂咧咧的顺着就往村子外走了。人都走远了，老太太把这孩子叫出来，一看这孩子呢长得挺干净挺秀气，背个挺大的包袱，就问是人贩子追你吗？这孩子脸红了，又给老太太跪下了。他妈呀，不是那么回事，我呀在北京同仁堂有个分号，我在那里当小伙计，说好了干1年赎身，然后呢这点银子呢挣点钱呢给我爸爸，我爸爸有病，可是我爸爸昨天病重都死了，
不让我回来。我家就是北京南边一点这个地方，他不让我回来，我一看没招了，我半夜一咬牙一跺脚，我呀把他中药铺里些好药材包着一块，我心反正也走了，我恨你偷他点东西。可我走没多远，被人家发现了，追上来，我慌不择路才跑到您这儿，您收留我真是大恩大德，我得赶紧的回家，我爸爸死了，我得奔丧去。可是呢，奔丧是奔丧，没路费呀。你家在河北呢，这怎么办？就这么着吧，大婶，我呢，您帮人帮到底啊，不是要您钱，我们偷了些药材了。您看这药材哪样您相中了，您给我俩路费钱。说着把这包袱打开，这老太太一看个啥？这里头什么茯苓啊，什么人参呐、反正都是上好的药材，很贵重的药材。这个人就怕起了贪念。这老太太一看，那这样吧，我给你俩钱，你把这人参，那不行，这太贵了，我这么便宜给你，哎呀，我还救你一命，行，没招了。老太太多拿俩钱，把这人参拿到手了。可这老太太呢，挺贪，这个机会不能放过，赶紧回到屋里，又把儿子叫醒，把来有多少钱拿出来，你看他这个玩意儿，咱们能以极便宜的价格把这药买下来，回头这都是值钱的药，这里又有人参，又什么茯苓的，哎，发动街坊邻居亲戚，就把孩子这些药买都给买走了。这孩子最后说，我不能都给你，我得留点，给钱我也不能要。老太太管那个，要不然给你告官啊，怎么着，就把这药都买走了。这孩子哭哭啼啼的，反正也拿了不少钱，家里给的，出了门走了。回到屋里，老太太再看这堆药，越看越高兴，可看着看着有点不对了。这人参是什么做的？胡萝卜做的，那茯苓也是造假，说白了上了套了。这个骗术谁做的呢？追他那俩人加这孩子，这是一伙的。那个时候这小孩有的在外边悠悠荡荡的，离家出走的，爹娘都没有的孤儿，往往就容易被些骗子看着，把他们弄回家，利用孩子来行骗，更容易获得大人同情心，然后进而利用人的贪念把这个假药卖了。所以这种骗术叫麻，属于单枪匹马，人不多，但是利用人的同情心，利用人的贪念。他不是利用我刚才说那种轰轰烈烈李鸿章他爹造势，不是那样。这为麻，风马燕雀，这个燕是什么？苏联克格勃呀，他训练间谍，女间谍，用女色来做间谍活动，管这个女间谍叫什么？叫燕子。其实这个跟我们叫法是一样的。燕是什么意思？燕子的燕，比喻女色，用女色行骗。怎么骗呢？我说个简单的，比方有这么个员外姓张，不怎么学好，见着漂亮大姑娘小媳妇儿，眼睛就直勾勾的，脚下就走不动道。这主人有钱呢，戒指、金溜子啊、镯子，身上披金戴银的，一身衣服也漂亮，绸缎什么，在街上溜达，溜达，看着对面走过大姑娘，哎，这大姑娘漂亮，对，你想她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直勾勾她就看见去。这大姑娘一看他，哟，这主是个色鬼，没走，还往前靠两步。相公，你看我干什么呀？哎，我看你长得好。就这功夫，就见这大姑娘掏出个手绢，冲他一甩，这手绢就我们过去说拍花子，里头有蒙汗药。顿时啊，这主就迷糊了。这个迷糊各位注意，是短暂的丧失意识，这个人还能站到这儿，但是已经神志不清了。这个时候，这大姑娘啪就过来，哎，各位快来！旁边围上了不少人，怎么回事？我相公啊，
就我老爷们儿，我相公啊犯病了，突然间这一糊涂了，他这一糊涂急火攻心，我得赶紧找大夫去。说这功夫就把这男的这什么金戒指、什么手镯、什么啥的都撸下放自个儿兜了，又把这男的外衣漂亮的这身绸缎扒下来了。你们各位啊，赶紧给我搀着点，我叫来人，叫来大夫救我相公。揣不他把这些东西拿走了，旁边还好心的还给搀着呢。隔了大概也就1刻钟，这张员外一激灵醒过来了，要事不行，怎么回事？一看这什么都没了，身上衣服也给扒下了。哎，坠为艳，用女色行艳。当然你要不是那色鬼，你也上不了这当。风马燕雀最后有一个雀，有人说不是缺，是缺德的缺。怎么叫缺呢？比方说一般骗人的人，他是害人的，被骗的是受害人。可是在缺这门骗术里头呢，骗人的人里头也有受害者，就是我在利用一个人行骗，而利用这个人也是受害者。我给说几个例子啊。什么叫缺？有这么一会儿人在大街上走，一看那儿有个老头，这老头老要饭，破破烂烂在那儿，有上顿没下顿的。哎呦，这个人上去了，扑通跪到这要饭跟前，爹呀，你怎么在这个跟儿子生点气就跑了呢？你怎么这样？你看这几年我见不着你。你记住，一般人你管他认爹，他不干的，我他妈是当你爹。可是要饭的一看，我巴不得你认错呢，我没吃没喝，你认错了，给我顿饭，大不了我不是你爹，你再给我撵出来，我赚顿饭，就这么着。这要饭的稀里糊涂不吱声，行，你认我当爹吧。把老头弄家里洗澡换衣服，全家人真当亲爹那么伺候。哎呀，爹呀，你怎么的？不少人也都知道他家什么以前爹走失了，这回爹又回来了。就这么着，好吃好喝伺候这老头，大少白嚷给自个儿爹反寿啊，什么啥干这事。反正街坊四邻远近都知道这家走失的爹又回来了。那么隔了有半年，带他爹说爹，你看你老这高寿了，这么着身上得有点什么东西带，都咱去好地方。就到卖书坊，穿着打扮，进里头掌柜一看，哟，大主顾来了，有钱的，来上座。哎，老爷子您坐里边。他说爹您坐那儿，给我们爹沏上好茶啊，然后看看你这珠宝，一样看，选几样给老头先带上。您看爹您带这个多富的，带好了，再选其他样给家里女眷选，挑来挑去挑了一堆。掌柜可有一样，我们这女眷呢不方便出来，我挑好了哪有给他们带的，中意的这些我都买，我爹身上我都买下来。这样我爹坐着等我们去就来。这掌柜的一琢磨，他爹在这儿呢，而且这么大买主，那不像假的呀。他爹在这怕什么呢？去吧。他们走了，掌柜在这等他，等半天不来，问老爷子您儿子家住多远呢？说我也糊涂也不记着。过俩时问您儿子，哎，可能家有点事。这老头心里也糊涂，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到天黑还没回来。再一打听说住哪儿，到一看人早都搬走了，剩个空房子，把这些值钱的珠宝全给骗走了。这老头呢，老要饭的也不是他亲爹，扔着呗。说到这儿你明白，这叫缺，就是他有这么个缺位，他缺爹啊，把这老头骗成爹，然后用他爹来行骗。民国年间就专门有一路吃保险公司的这种骗法，手段跟我刚才说差不多。走大街上专挑那小要饭的，多大呢？15、16左右。哎呀，儿子呀，这个一两句话你就跑了，就跟爹妈犟上，你干嘛你呀？给你娶个媳妇儿，你这也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还要逃婚。这小要饭的也稀里糊涂，也不知怎么回事，
给弄到家里好吃好喝，如花似玉的美人陪着。哎呦，这小伙伴一看，得了，没认出来我就当这家女婿吧，我就当儿子吧。反正你不管说什么，我先得了便宜再说。这个时候，这家人家说：“我们走失了，一个少爷现在回来了，可不能再丢了。到保险公司上巨额人身保险。接下来干嘛呢？供你吃，供你喝，不光给你娶媳妇儿，姨太太、小老婆娶一堆，干嘛？花天酒地，用色来刨取你的身体，然后呢，逗引你赌钱、抽大烟，天天耍钱，不分白天晚上，吃喝嫖赌，刨取身体，然后再搁大烟盯着，那还有好？出不了2、3年，这孩子身体就好。你不用弄死他，自个儿都往死道上走。他这一死，到保险公司领巨额的保费，反正不是自个儿孩子，街上认掉饭的也不心疼。所以这个就是前面说这家缺爹，这边说这家缺儿子，利用这个缺弄上一个受害者，然后用他来行骗。所以今天我给大伙说的风马燕雀4门，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基本的骗术。那有的朋友说，你说这不对啊，什么江湖怎么能是风马燕雀呢？我听到的是金皮彩挂，平团吊柳啊，这也对。风马燕雀呢是4种骗术的形式，而金皮彩挂，平团吊柳呢是些行当。你比方说金是什么呢？就指算卦，皮卖药，彩变戏法，瓜打把式卖艺，各有一门，各有说法。这是指正经的江湖行当。其实什么叫江湖啊？不是说你这个打打杀杀，什么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又怎么退出呢？江湖险恶，那纯属胡说八道。江湖就是职业，说白了没有钱，挣不来钱，叫什么江湖呢？江湖是指什么呢？走遍各个地方，靠着手艺或者见识来挣钱，这为江湖。因为江湖这样地方，大码头嘛，都是人往外地走的，就意思说不在一个地方固定干什么，而是凭这2条腿五湖四海走遍，凭着手艺和能耐挣钱，这叫江湖。所以说哪个江湖人厉害，哎呦您腿长，什么意思？走的地方多。江湖首先你得有职业，能挣下钱来为江湖。江湖根本不是什么打打杀杀，如何险恶。所谓江湖险恶是什么呢？这些江湖人为了挣钱，他会设计各种各样的圈套。为什么说风马燕雀也是江湖4大门呢？这些骗人就是为了挣钱而设圈套。在我们现代社会里啊，这种骗术依然没有绝根，所以咱们平常啊要睁大自己的眼睛，好好看看周围哪些人是这样人。要真有这种好事凑上来，你得琢磨琢磨，这是不是要骗你呢？而且要有些意外的事出现，一定要冷静，不能被眼前事弄懵了。有很多骗人的人就是用这种快速的方式搞得你上大脑一片眩晕，根本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犯糊涂呢。人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冷静。所以我今天说这几个小故事呢，您回到家里来好好举一反三，琢磨琢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骗术。还是那句老话，叫说书唱戏劝人方，3条大道走中央。中央电视台十分罕见的直播了注射。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新闻频道特别节目朱骁、大毒枭、诺康等今天被执行死刑的特别节目。那么被执行死刑的4名犯罪分子来自金三角，他们的名字叫诺康、桑康、伊莱和扎西卡。这4个人在2011年的10月5号策划并执行了杀害在湄公河上13名作业的中国船员。今天可以算得上是恶有恶报。那么这次直播注射死刑的过程当中，也使注射死刑这个概念成为公众
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我们呢，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次注射死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件发生审判的过程。2011年10月5日，2艘中国商贸船只在湄公河金三角地区水域遭劫持，13名中国籍船员在湄公河泰国水域被枪杀。警方很快查明，这起震惊中外的湄公河105惨案，是金三角地区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诺康及其骨干成员与泰国个别不法军人勾结策划并分工实施的。2012年4月25日，诺康在逃往老挝的过程中被警方抓获。5月10号，诺康被依法移交中国。2012年11月6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诺康等被告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故意杀人罪、运输毒品罪、绑架罪、劫持船只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诺康、桑康扎萨、伊莱、扎西卡死刑。宣判后，各被告均当庭表示上诉。2012年12月2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2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13年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核准后，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了执行死刑命令。2013年3月1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按照死刑执行程序，在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下，对诺康等4名罪犯执行死刑。那么为什么央视要直播这么一次过程呢？我想这里边最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捍卫我们国家的这种主权的尊严，表达我们国家对保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这种决心。因为大家也清楚，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呢，受到侵害的几率挺大，可是呢，我们的政府当时呢，没有多大的力量能够保护境外的中国公民，而一些当地的政府呢，也对这种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大了，中国也有这样的实力保护好境外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杀害13名中国船员的这个犯罪分子，我们绝不能手软，把他们引渡回来，并用中国的法律判处他们死刑。这等于向世界范围公布，只要是伤害了中国公民的案件，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管，无论你跑到哪儿去，我们也有正当的手段把你引渡过来，让你接受中国法律的惩处。所以这一点来说呢，对于维护中国政府的形象，加强中国海外公民的这种安全保障意识，应该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情况下呢，好多中国海外的公民呢，面临着各种生命财产被侵害的风险。应该说这个事情也极大的长了中国公民的这种士气。所以我想这是这次之所以直播这个注射死刑过程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扬我国威。那么在扬我国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开始关注注射死刑，似乎这个词儿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那么这个注射死刑是怎么样成为中国法律实用死刑过程当中的一种措施的呢？咱们从头给大伙说说。过去咱们看电影知道，说这个看电视剧啊什么的，执行死刑砍头，这叫出红差。从1914年，就当时是中华民国的时候，1914年开始，一律的改用枪毙。原先是用刀，后来改用枪。那么建国以后呢，也是延续着用枪毙的方式执行死刑这样一种方式。目前世界范围之内合法的用注射来执行死刑的只有2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1982年的时候，美国开始有注射死刑。什么时候中国开始有注射死刑了呢？中国是在1996年3月份的时候，在修改刑诉法的时候，把注射死刑写到里边，就说我们国家可以合法的使用注射死刑。我们看这一次呢，这个诺康这4个犯罪分子被执行注射死刑也在里面。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有深刻的背景和原因。
为什么第一例会在昆明呢？表面上看是一种外力推动。那个时候昆明啊要和瑞士苏黎世结友好城市，这个苏黎世的这个市政府呢就了解到啊，说云南呐这个地方啊，这个贩毒吸毒现象很严重，他们就打算到昆明来调查一下，说你这真要贩毒吸毒现象严重，我就不给你结友好城市。那么来一调查呢，发现昆明的社会治安呢和禁毒缉毒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同时他们发现呢，就意外的发现哦，这会儿执行死刑还都枪毙了。于是苏黎世政府向昆明市政府建议，为什么不采用注射死刑呢？你们国家的法律已经通过了，1997年1月1号刑诉法里边规定可以采用注射死刑。于是在苏黎世这个友好城市的市政府推动之下呢，昆明当时的这个领导班子就决定，我们今后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注射死刑。于是在1997年3月份的时候，云南昆明有了第一例对死刑犯进行注射死刑。那随后呢，上海、北京呢陆续的就推广开来了。这个注射死刑呢，它的过程是什么样呢？好多朋友都不了解啊，你看了直播，它毕竟有些场景呢也不会让你在这个镜头前显示到。这个注射死刑是有规矩的，必须得有一个行刑石。现在有的是行刑车，为什么行刑车呢？你设置一个固定的行刑石，这个成本比较高。要有行刑车呢，可以流动。这儿有这种注射死刑，我到这儿，那有到这儿。当然，这个车的花费也比较高。那么这个行刑石呢，就是把这个要执行死刑的死刑犯有张床或者有椅子，把它固定到这椅子上，手脚都固定住，然后在他静脉这儿呢埋上针头。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直接说往进打针把他注射死了，不是那样，静脉着埋上针头，然后连到注射泵去。执行注射任务的人呢会在另外一个屋，不在这个屋里边，那注射泵连到外头。这屋里边呢只有这个法医来看，最后看你到底是不是死亡。外头也不是一个人，这个注射泵有30个注射泵，不是说你到外头摁着完，不用，摁一下钮就完了。按钮的人有30个，这30个人同时按钮，但是只有其中一个注射泵里头有药，也就是说这30个人呢并不知道到底是谁的泵里有药把这犯人给注射死了。所以这就极大的减轻了行刑人的心理负担。因为我们知道，不论你是处理多么罪大恶极的人，你动手杀一个人，这个事儿都会有心理负担。这个就像什么呢？枪毙犯人那个时代也有这个，比方说后边8个武警一起拿枪瞄着犯人，其中可能就2个人枪里有子弹，真的，剩下的人没有。为什么一帮人站着呢？减轻行刑者的心理负担。那么注射死刑也是如此，外边这几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的注射泵里边有，大家都摁，最后这个死刑犯死亡。那么注射的是什么呢？很多人说那是剧毒的药物，还真不是。最开始注射的时候有氰化钾这样剧毒药物，到后来与时俱进呢，这药物发生变化。大伙儿注意，往死刑犯身体注射的药物并不是毒药，而是麻醉药，而且不是一针。先注射进去的是什么呢？是使他整个神经陷于瘫痪，就啥感觉都没有了，没有任何痛苦什么感觉都没有了。然后第2针是深度麻醉药，这个深度麻醉药呢直接导致死刑犯的脑死亡。大致现在的过程也就是30秒到1分钟就完事儿了，然后法医一按，这个死刑犯确实死了，这过程就结束了。就总体来说呢，它比枪毙犯人来说呢，执行的过程要短，而且相对来说比较文明。被执行的犯人呢相对说是无痛苦死亡，它就不同于这个执行死刑。这个过程你看枪毙的过程，你首先得押赴刑场，押赴刑场的过程沿道你怕出现意外，得有大量的人力进行维护，然后到现场又有各种各样的防护设施。所以这个注射死刑呢不仅文明，而且相对安全。所以这个注射死刑现在呢在中国呢推广的比较快，但是它有很大的障碍。这也是有不少公众感到疑惑的，说既然注射死刑有这么多好处，
可为什么有的犯人是注射死刑，有的犯人被枪毙了呢？你看那马加爵同样是在云南，人怎么没注射死刑就给枪毙了？哎，咱们说这里头啊有一定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很主要一点在于呢，注射死刑它成本和程序上相对来说跟枪毙说都不一样。更主要一点呢，注射进去这个药和整个器皿那可不是你地方随便就能拥有的，它有严格的程序。就是最高院，你比方说这个死刑核准完事了，好，可以注射死刑了，你必须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取这个药物和注射器，这个药物是保密的。由于我们知道最高院死刑核准7天以内你就必须得执行死刑。你像诺康他们被执行死刑，3月1号是2月22号最高院死刑核准下来，这是第7天，就必须得在7天以内。所以你得呢来到这儿呢取这药，还得赶紧回去。是那药没多少钱，可能合人民币几百块钱吧，但是这一来一回你飞机票什么啥，这成本都很高。后来是什么呢？说你要集中注射死刑呢，可以拿回去由你当地的这个法院来保管。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呢还无法做到所有的都搞注射死刑，只能是注射死刑和枪毙这两个并存。那么这个注射死刑呢也很难就是为所有的公众所接受。你比方有人就提出来了，说你这注射死刑是挺文明无痛苦，可是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恨不得把他毙500来回的，这注射死刑不太便宜他了吗？所以有的人感到说这个事不足以平民愤。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有人提出一些折中的意见，比方说这个注射死刑呢可以和其他方式结合。怎么结合呢？比方说这个要死的人呢是个年岁挺大的了，或者说妇女，或者说是这个犯罪情节不那么暴力的，可以采用注射死刑，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说什么呢？咱们不少这个死刑犯人，你要如果自愿捐献器官，就可以实行注射死刑，就等于你死了还为人类做贡献了。但是这些说法都不足以平息很多人对注射死刑的意见。说你看你这注射死刑，你这么下去的话，说这犯人无痛苦就死了，那可能对犯人起不到威慑作用。有的人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觉得应该这样，但是有一些人觉得呢，这犯人犯了这么大过错，这不是无痛苦死不便宜他了吗？那么这个事要说清了，咱们得首先说死刑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现在世界范围之内只有59个国家执行死刑，剩下的国家都废除了死刑。在一个发达国家里，除了美国以外，只有日本有死刑。日本最高我记得97年15个人执行死刑，多数用的是绞刑。有一个数据是肯定的，亚洲国家占据世界执行死刑人数的90%以上，所以我认为这个比例太高。可是死刑中国考虑了很长时间，就是存废的问题。眼下中国的情况真不适合废除死刑。死刑呢它有2个作用，头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体现了司法公平。你剥夺了人家的生命，那么司法也剥夺你的生命，作为一种惩罚，这种惩罚是对等的。所以死刑第一个特点呢，体现了司法的对等惩罚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死刑执行过程还有威慑作用，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说在你用枪毙的方式也好，注射死刑的方式也好，也都是用另一种暴力来压服暴力。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执行死刑的这种威慑作用在一点点降低。就是我们看好像说这个事儿对犯罪分子有强大的威慑作用，但其实随着时代的进步呢，更多人不忍心看到这种场面。还是那句老话，就无论你采用任何一种方式来剥夺任何一种人的生命，都不是一个值得我们快乐的事情。这个过程往往都很痛苦，因为这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谁也不希望去剥夺一个生命。其实我们想，任何事情的改革和进步，它都不是一下子解决的，它都需要一点点往前走。包括对死刑这个人道主义的考虑，它也不可能是1天之内，罗马不是1夜就建成的，也得一点点来。就我们首先呢，让行刑的过程变得人道主义，然后一点点呢再走向废除死刑。
废除死刑恐怕是世界潮流一个大方向。而且这种人道主义呢，有一些东西啊，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判断来解决的。你比方说，美国有一个电影叫《绿里》，汤姆汉克斯主演的，他是演一个监狱长。这个监狱有一个死刑犯呢，通过电刑执行了，他的尸体放那儿，有个狱卒呢掀开那白被单，奔着这个尸体脸上打了几下，说你无论这个人犯了多大的过错，他已经偿还了，你不能再侮辱他的尸体。其实这里边体现了非常深刻的一种人道主义，就是剥夺了他的生命，已经是对他最大的一个惩罚了。那么剥夺完生命之后，有的人说什么点天灯啊，什么斩首示众啊，如何如何的，过去看人头看告示，让大家那么看。在现代的人权理念里来看，这都是很落后的，就是剥夺他生命已经是最高的惩罚了。我们要让剥夺他生命的过程尽量的人道主义，因为剥夺他生命过程如果很残忍的话，这并不利于我们推广和谐人道啊这些理念。所以我说这一次中央电视台直播了这个4位犯罪分子他们执行死刑的过程，当然很多呢并没有诉诸于公众，大家看到的也仅仅是外部的一些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有强烈的昭示意义，就是我们可以呢公开这样的场景，公开这样的细节，也无非是让所有的人都参与讨论。对于像诺康这4个罪大恶极的杀害我们13名中国船员的犯罪分子，我们也采用这样人道主义的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所以我想从这一点来说呢，中国在注射死刑这方面迈出了人道主义向前的关键一步。当然，这个注射死刑从1996年通过以来到现在，中国在这方面也获得了国际人道主义的广泛赞誉。